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今天这期影片将带大家回顾著名战队 SK Gaming 的早期 CS 的影响力。他们不仅影响了全球 CS 的队伍，甚至在初期改变了整个 CS 的电子竞技环境。如果你是10年左右 CSGO 时期的老玩家，那一定还会记得 SK Gaming 在科隆大赛捧起冠军奖杯的巴西明星选手们。那如果你是20年 CS 1.6 时期的古董级玩家，那更不可能忘记那些曾经效力于 SK 战队的著名瑞典 CS 明星选手们。大家好，我是 Heaton。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支曾经叱咤风云、产出无数明星选手，但近年却逐渐淡出 CS 一线赛场的德国战队 SK Gaming 的辉煌历史吧。Different emotions, one club, Skin Club. SK Gaming 成立于1997年，是由 Riker 三兄弟和他们的共同伙伴所创立的。最初，这支队伍是为了参加 Quake 雷神之锤这游戏的比赛而成立的，因此 SK 的全名为 Shrek Commando， 灵感也是源自于这款游戏。在2000千禧年的时候 ，SK Gaming 以全德国的阵容参加了 CS 的第一个大型线下赛事 CPL 科隆赛事，但仅以1胜2败的战绩早早被淘汰。之后继续以德国籍的选手阵容参加了1整年的赛事，直到2001年的9月，一位来自瑞典名叫 BDS 的男人加入，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 SK Gaming 的 CS 战队。BDS 在加入 SK Gaming 之前，于1999年创立了 Geek Boys 的网站。在那个没有 HLTV 的年代里，他成为了 CS 新闻资讯交流的始祖。同时，他自制的 CS Highlight 剪辑影片 Frag or Die 也是早期 Highlight 影片的先驱。不过，当时邀请 BDS 加入 SK 并不是要他作为选手，而是要作为管理阶层，与创办人共同经营 SK Gaming， 并全权负责 CS 部分的所有事务。而在加入之后 ，BDS 主导了一个革命性的服务 SK Insider， 这是一个线上订阅式的游戏教学应用网站，提供当时职业选手的操作教程和重要比赛的回放下载，让玩家能够提升实力。此外 ，BDS 还自制并发布了 Demo 播放器 SK Player， 为当时的 CS 玩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是一款革命性的重要工具。BDS 在 SK Gaming 中不仅展现了他个人技能专长，更可以说是 CS 历史上划时代的先驱经理人。2003年 ，SK 拟定了一份正式的职业选手合约，这是当时所有 FPS 竞技游戏中的第一份职业选手合约。SK 与 BDS 不仅为了电子竞技环境开拓了一页新的篇章，更在2004年将队中的冠军成员来自挪威的天才指挥军神 Element 交易给当时强劲的对手 NOA， 这使得 SK Gaming 成为电子竞技历史上第一支通过交易选手获取转会费的战队，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电子竞技环境的发展。当然，同时也造就了接下来与 NIP 之间纠缠不清的往来了。西元2000年，由瑞典天才选手 Poddy、Median 等人建立的 Ninja in Pyjamas 战队，在2001年几乎称霸了当时 CS 1.3 的所有赛事，并且赢得了当年最大的线下赛事 CPL 2001冬季大赛的冠军。不过，由于内部冲突和赞助商的问题 ，NIP 在2002年的5月解散，冠军成员各奔东西。而 NIP 的解散其实也与 BDS 有些关联。当时 SK 获得了 Intel 的大力赞助，因此他趁机向 Poddy、Heaton 和 Median 伸出橄榄枝，并展示 SK 的资金财力，邀请他们加入 SK Gaming。在有着国际大厂的赞助，并且为选手提供了一份正式合约的情况下，2003年的 SK Gaming 成功打造出一支称霸全世界的瑞典战队。当时几乎横扫了所有的大型赛事，可说是建立起第一代的 CS 王朝，让全世界的玩家都见证了 SK Gaming 的实力。2004年底 ，SK Gaming 内部产生了些问题，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导致了 Poddy 与 Heaton 带领全员出走，并再次重新组建起了 NIP。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SK 和 NIP 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在讯息不流通的状况下，总会让人难以辨认这些瑞典明星选手究竟是代表着哪支战队。他们或许在前一年代表着 SK 参赛，但仅仅在几个月后的赛场上，可能要披上 NIP 的战袍。2007年 ，NIP 再次陷入了内部以及财务上的问题，面临着第2次解散的危机。这次 BDS 与 SK Gaming 同样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再次积极向 NIP 的明星选手们施展财力诱惑，成功的延揽明星狙击手 Wallet、潜力新星 Gerrit 和 Robin 等人。瑞典 CS 的竞争局面也因为 NIP 的退出而发生了变化，转向 Fnatic 和 SK Gaming 争夺瑞典顶尖位置的激烈竞争。
在这段时期也开启了 CS 的全球争霸，每一年都有着代表性的队伍崭露头角，如2007年和2009年的 Fnatic、2008年的 MTW、2010年的 Navi 以及最后几年的波兰 ESC。在 1.6 时期的那个年代，选手们跳槽频繁并不奇怪，其主要也是因为早期的制度相对不完善，因此 SK 每年的阵容都会有所不同。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曾经效力于 SK Gaming CS 1.6 时期的明星选手们吧。2002年 CPL 夏季大赛冠军阵容 ，SK Gaming 首次赢得了线下大赛冠军，其中包括了瑞典著名传奇双子星始祖 Party 和 Heaton， 这两位若有在关注赛事的朋友们肯定不陌生。2003年这一年 ，SK Gaming 以豪华阵容夺下了 CS 时期单一赛事最高奖金的 CPL 夏季大赛冠军。阵中除了有着传奇双子星外，还有着挪威天才指挥军神 Element、瑞典全能疯子 Fisker、最佳辅助选手 AHL。到了2004年 ，SK Gaming 从 iBallers 挖来当代的瑞典天才少年 Hyper， 同时还有着全球知名的瑞典传奇明星 Spawn。2005年 ，SK 曾短暂组织一支丹麦队伍，并获得2005年 ESWC 的亚军。CS:GO 传奇教练 Zonic 也曾是 SK 的一员。2007年 ，CS:GO 的前 Face 教练 Robin 可以说是 SK 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从 NIP 离开加入 SK 之后 ，Robin 教练就一直待在 SK， 直到 CS 1.6 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待在 SK Gaming 最久的瑞典选手。而瑞典全能天才 Wallet 也是在这一年正式加入了 SK Gaming。到了2008年，年仅17岁的 Gerrit 首次穿着 SK 队服出赛，并与瑞典残局大师 Tempo 一同参与第2届的 IEM 大师赛。同年11月，从 CSS 回归的天才型选手 Z 也代表 SK 参加 WCG 赛事。在2009年 CS 1.6 的 Farmers 大师 Zinio 也是从 SK 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两个 Face 的职业生涯最后一站也在 SK 待了将近3年。2011年 ，SK Gaming 再上瑞典最佳阵容，从 Fnatic 挖角了当代第一人的 Forest 和天才少年 Gerrit 的回归，以及当时新一代的瑞典巨神 Delpin 的加入，为 SK Gaming 在2011年夺下了2场大赛冠军。看完了刚刚这群瑞典 CS 上古神兽们，那 SK Gaming 在 CS:GO 又会是怎么样的阵容呢？来到 CS:GO 时期 ，SK Gaming 再次以全瑞典阵容出发，回归的 Delpin 与 Twist、Pita 等人组建了 SK CS:GO 的第一代队伍。这套阵容参加了 CS:GO 第一届 Major 大赛 DreamHack Winter 2013后就分崩离析了，一直到2015年 ，SK 才又再一次的以全丹麦阵容应战，但却又一直无法稳定下来。Kadian、Config、Honden、Acilia、Modi， 分析师 Pimp 等人都是这套阵容的选手之一。丹麦拥有4届 Major 冠军头衔的魔法男孩 Magix， 同样也是从 SK Gaming 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而这套阵容在争取2016科隆 Major 资格失利后的不久 ，SK Gaming 便解散了这支丹麦队伍。到了当年6月 ，SK 闹了个历史大事件，没有 Major 资格的他们就再次使用强硬手法，就是将才刚拿下 MLG 哥伦布 Major 冠军的巴西队伍 Luminosity Gaming 全员打包转队至 SK Gaming， 成员以指挥兼狙击手的 Fallen 和冷神 Kozero 为首，并包括教练全部一并带走，并随即以 SK Gaming 的名义参加下一周的科隆 Major 大赛。这是 SK Gaming 第一次踏出欧洲范围，他们再次相中了这新科冠军的阵容。虽然 BDS 已经从 SK 退休，但 SK 挖掘选手的方式和风格依然是那样的直接、暴力且有效。而这支队伍他们仅花了10天的时间就获得了 CS 最大赛事 Major 大赛的冠军，并且在随后的2年期间里，替 SK 夺下了10座大小赛事冠军。这段时间也是 Fallen、Kozero 等人职业生涯中成绩最辉煌的时期。2018年的波士顿 Major 大赛 ，SK Gaming 在准决赛败给了当年冠军 Cloud9 之后，成绩一路下滑不复返。他们试图通过阵容调整来改善队伍的状态。就在此时 ，CS 圈还曾经传出一个大消息，来自Navi的乌克兰天才少年 Simple 和 Flammy 将加入 SK Gaming。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群间的轰动。虽然最终未能成真，但也为当时的 SK 再次带来了一波流量。最终 ，SK 引进了 Major 冠军成员 Stewie2K 与4位巴西选手组成了 SK Gaming 在 CS 的最后一代选手，也让 SK 战队的最后赛事纪录一直停留在2018年 ESL1 的巴西大赛。在 CS2 上市之前的这5年之间，为什么 SK Gaming 并没有任何重回 CS:GO 的消息呢？ SK Gaming 的 CEO Alexander 在2023年科隆大赛中接受了巴西媒体的访问，证实了 SK Gaming 曾对 Fallen 在2022年组建的队伍 The Last Dance 最后一舞的合作感兴趣，并且双方已有交谈，可惜最终这支队伍并未能成为 SK Gaming 的一部分。Alexander 还提到 SK 组织并非他一人所拥有，因此他无法做出所有的决定。目前的 SK Gaming 除了 CEO 之外，还有3个重要的股东，分别是来自电信商、汽车制造业和零售商。这些股东都是德国当地的大型集团公司。从 SK Gaming 的网站看来，他们在电竞相关的战队仍然以英雄联盟为主。虽然前后发展了不少游戏项目，但都是短期尝试。在今年年初成立了 Valorant 战队，并组建了男女子的双队伍，但很快的男子队默默的已经预备解散了。
如果 SK Gaming 仍然以短时间内求速成，如同以往的操作手法发展新项目的话，我认为 CS2 目前的环境状况可能不会成为 SK Gaming 想要发展的项目。尤其是 Falcons 石油队已经做了最坏的示范了。要建立一支能够有竞争力的一线战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从他们进军 Valorant 仅半年就解散的态度来看，我不认为 SK Gaming 近期有重返 CS 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再花费大笔时间金钱从基层开始建立。当然，我内心依然期许着这支著名且历史悠久的德国战队能够重新返回未来的 CS 赛场，不再只是 1.6 或是 CSGO 时期的老玩家们心中那个只能留存在回忆画面中的 SK Gaming 吧。那我是比利王，欢迎留言跟我聊聊想要听什么战队或是选手的故事吧。那我们下次见，拜拜。Different emotions, one club, Skin Club.